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再来玩炫卡斗士3新出的这一款拳霸比特。这个的视频我在网上老早就看到了，但是预定了之后一直迟迟的没有发货。同时购买了哥俩这一款今天才刚刚拿到，而另一款呢还没发货啊。先来看一下车型。 非常漂亮的一个跑车的样式，推车滚动特别的丝滑，轮毂造型刻画的非常好看啊。金属色的涂装轮毂，上边的驾驶舱这些位置是使用的黑色透明零件，哇，很帅呀！作为一个反派角色吧，目前是一个反派角色啊，那看起来的样子，哇，这个车型。 让人会想起来 TFP 里边千斤顶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的帅啊，而且包裹的完整度也很好啊。唯一就是车尾这一块会露着一个空，下方这里武器竟然还能一体的收纳，哦，不错不错，可以的。相对来说，车型比标准小车稍微大一些啊，差不多在20公分左右。首先第一步，拆开车头侧面的这两块，根部这里有一个咬合的扣子，把这里先扣松。 同时，你翻到底盘下方来看，在全新的位置握着两个杆子，一起打开。脑门后边这里有一个插扣，前方这里还有一个顶着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武器解锁下来。拉开这里边的双段关节，是一个3节棍的造型。虽然在动画片里面并没有出现过啊，但是玩具里边给你多带一个武器，总是极好的嘛。而且，总比这样搭载。 或者这样搭载要强很多吧？你看看，我们现在需要把根部这里拆开，挂着边缘。哎，所以理论上啊，如果你这样结合好的话，它是可以假装的开一下车门的，开合的幅度也不大，而且车窗的位置就连接在了顶子上边，然后车顶的盖子直接拉起来，根部有一个伸缩的滑道，可以往上抽一节。 抽出来之后，前边的机盖双段关节折下来，车顶这一块有一个扣子，结合夹一下。下方的两条腿中间的卡扣打开，顺着这一块先折一个90度出来，再往内折。翻过来之后啊，这里边有一个滑槽，注意一下位置，我们推它一下，往外推，推到底，再顺着这一块。 大腿根部的关节180度翻转过来，这里边腿部的空间，哎，把后方的这一块升起来，像是发动机进气口的位置啊，填补到腿部中间的空洞里边去。哎，这个遮的就很好啊。前脚掌后脚跟打开，还是双高跟鞋。膝盖这个位置的滑槽挺重要的啊，你要是把它推到位了，其实就变不回去了，这块不是很容易活动的。 但你在人变车的时候，记得先要把它推过来，推到底以后，这个才能往回90度的卷动，也相当于是一个变相的锁定，哎，设计的很猛。下一步，肩膀位置双段的齿轮关节延展打开，这一块的结构跟刚臂力士有一些像。车门的位置，这地方有双段的关节，我们分离开往上提一下，整个把这胳膊放下来。 旋转90度，然后外侧的这一块又有一个双段关节，把它提开，放在这儿。这两块门板立起来的造型也行，或者往后折叠一下，里边有一个锁点的档位啊，把它扣到后边，造型更酷炫一些。这一块也是张开。最后背包这里旋转180度，齿轮关节。 说明书让你再压下去啊，把这个滑道缩短，但是其实压不到底。你可以看到跟后边的裙甲位置，这里是有一些干涉的。好，尽量的压一下。最后一步，脑袋旋转180度，可能丢的。那么好，拳霸比特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哇，整体的这个样子看起来太帅了。 确实，身上的一些造型元素，包括发型了，还有它的配色方案。 真的很像999里边的迪奥，也是我在网上看一些传言说这款拳霸比特在设计原型之初就是参照着迪奥来的，头雕的样子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很有神韵，气场感也很足啊。这小菠萝头哦，腰部的曲线
腿部的肌肉质感，并且腿部内侧的头胶空洞还填补了起来。高跟鞋，侧面看的样子，背包厚度也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可动，脖子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变形，需要360度旋转，点头抬头稍微的有一些幅度。肩膀齿轮关节咯噔咯噔的360度旋转，稍微的让一下。侧举，因为这里是有2段关节的，但是脑袋这一块还是稍微会有一些干涉啊。所以呢，2个关节再怎么调整，也就是90度这个意思了。肩胛的这个造型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前后左右来回的旋转进行更换。二头肌根部有旋转，胳膊肘根部这里一段齿轮关节，但是曲肘的幅度也挺大的啊，可以大于90度。手腕这里不能左右转动，但是因为有一个轴，前后可以活动一些。腰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可惜会跟背包这里稍微的有一些卡，你把那个滑槽拉开，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侧裙甲因为也是比较短，所以你在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打开这一块的小夹角，不然侧抬腿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夹进去，就容易把它撇歪了。齿轮关节90度举平，前后还挺硬的。90度踢平，后踢啊，如果没有这个背包的话，其实也能踢得很大了。大腿根部左右旋转变形的需要，膝盖齿轮关节，但是最后一齿锁不上去啊，大概70-80度的样子。脚部没有接地，做了一个猥斜坡。武器这个3节棍有2种搭载形式，第一个把它团起来，侧面这里有一个插孔，可以把它直接的扣在背包上边。进行一个背后的收纳。还有一种，我看说明书上边让你把它延展开，找一找这边的这个方头，顺着屁股后边这里有一个窟窿，把它怼进去。按照说明书这样的搭载办法，像是一个尾巴耷拉在这里啊，就更不像个人了，更像一个猴子的尾巴，或者说恶魔那种细长的尾。我来我您给我亚美罗索，瞧瞧。个人来说是非常喜欢这一款的机设的，但是依旧是齿轮间距过大的问题啊，导致了下半盘、胯部这里还有膝盖这里啊。齿间距的虚位太严重，而且1齿和1齿之间的跨度有点太大了。把腿弯曲起来，这样做一个半蹲的马步，拍照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然后掏出来炫卡升级，全霸比特的这个炫卡就有点扯淡了，这都没变方，都没包裹起来，甚至上边这里的这一块还会比卡片的位置高出来一些啊。变形一下，上边的这个盖子180度翻下来，大拇指往后扣。哎，这块竟然有2段可动关节，下边的4指竟然也不是连在一起的，它单独的手指可动。虽然只有1段关节啊，但是对于炫卡斗士这个类型的玩具来说，这已经是不小的升级了。后边这里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性调整的，你可以把手指露出来当大手用，也可以把这全套带上。根部有一个抽拉的带弹簧的伸缩机构，打开。拉出这一边的扣子，往下翻折，再把这2个造型零件张开。和人物结合的时候，需要把手臂上这个双段关节往下放，紧紧的贴合，小拳套就可以通过这个咬扣结合成大拳套。它这里边其实是2个锁点啊，咬扣放在外边的那个手臂甲，中间的桩子握在拳心里。一起结合，瞬间这个角色的张力就更强了，哇，真好看！尤其色彩的搭配以及整体一个夸张的造型，融入了就管它是不是呢，反正就觉得很屌，很屌。所以就算随便扭一个造型都是非常好看的。哇，这一格我们就截作封面吧。总结一下吧，做工用料材质非常的好，齿轮关节嘎嘣作响，而且该设计的一些填补空洞的位置都有考虑进去啊。还有整体的一个机设方案，参考了一些迪奥的元素。没想到啊，这神勇工作室竟然也是个教厨，怎么看都是一个相当母大的产品。所以我个人来说，对这款全霸比特也是相当满意的。变形过程并不复杂，但是零件利用率简单高效，这也是炫卡斗士系列做得越来越好的一个很明显的写照，也是决定了我入坑的主要元素。或许这一次的全霸比特带给我个人这种 JoJo 粉丝的更多感动是双厨狂喜，但就算抛开了迪奥的元素之外，
单看这个玩具的素质也是出奇的高。目前大货铺开，价格在100多块一点吧，领一个券的话好像104拿下来的。但是你想要买的便宜，你就得接受它慢慢发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拳霸比特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